不用担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父亲，你要走了吗？啊，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。您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时间会过来的。父亲，您稍等一下。很好，不愧是我儿子。再接再厉。如果我这学期期末考还是满分，可不可以获得一个礼物？你想要什么？我可以要这个手表吗？还想你回来。马上要下暴雪了，骗子，做不到的事，为什么要答应？拜托，请帮我找到那个人吧。爸爸，我好累呀，我走不动了。刚刚不是才休息吗？别老是和爸爸撒娇。撒娇不好吗？我爸爸的儿子天天跟我撒娇呢。来，宝贝儿，坐到爸爸肩上。接下来想玩什么？我要玩云霄飞车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您上次答应我这次可以玩的，妈妈说话不算数。宝贝乖，别哭了啊！看看这是什么？转动这个按钮，中间这条蛇就会动哦。怎么给小孩子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这些年委屈你们了。等我把那边的事情解决，我们一家就永远在一起了。这个手表好好玩，喜欢吗？爸爸送给你了。爸爸最好了。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越害怕失去的东西，越容易伤害自己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的父亲正如这世上千千万万个父亲一样，我能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一次是我5岁那年，因为落水被送进医院，
他两手空空来看望我。另一次是我11岁那年，他带着一个女人回家，从此与我们划清界限。至于我出生的时候，应该是没见过的。后来听说他失踪了，也是在彻底失去他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平静。我第二个失去的东西是一块机械怀表。将它扔进壁炉后的那天夜晚，我失眠了。风在窗外呼啸，我感觉到太阳穴在一下一下地跳动着，很像那只表走起来的节奏。就在那个晚上，我觉得我马上要成为一只怀表，一只十恶不赦，会将人带往歧路、背负谩骂的表。我想成为他，太想成为他了。我从他挣脱我的手后，迫不及待扑向熊熊烈火的脸上，看到了一种振奋，这让我自愧不如。第三个失去的东西是一只兔子，它总用那双充满怜悯的红色眼睛看着我，似乎知道我所有的事情。它的耳朵像一双翅膀，拥有它以后，我学会了照镜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红色眼睛可以那么纯净，还有那么多强烈的奢侈的情绪，甚至连发呆都让人着迷，像两块玻璃，折射出我的贫瘠和肮脏。他在可怜我，而我喂养他。这种微妙的平衡让我不至于在他面前低下头来。每当我抚摸他柔软的皮毛时，心里总有深深的惆怅。我害怕有一天他终会因为看透我而厌倦我。于是我开始对着镜子努力微笑，练习做一个能给他未来的人。偶尔我也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变得纯净的眼睛，虽然只有一瞬间。可是有一天，他死了。我用螺丝刀挖到了他被埋葬的地方。当腐臭味从泥土里涌上来，我才发现距离他死掉已经过去了很多天。我想把它挖出来，泥土里面太冷太潮湿，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赤裸地躺在污浊里，他是无辜的。我甚至已经找好了用来放置它的玻璃瓶，一只小小方方的瓶子。每晚我都枕着它入睡。我紧紧握着那把纤细的螺丝刀，紧到力气很快流失殆尽。可除了2根骨头，我什么都挖不出。那是2根多么丑陋的骨头，我浑身都颤抖了起来。这怎么可能是他？这绝不是他。曾经的天真烂漫变成如今的死气沉沉，仿佛从铁渣铜汁里捞出，一点都不干净，顿顿没有生气。他怎么能是这2块骨头呢？我生气地想，可我说不出苛责他的话。我的拥有是杀死他的刀。无数个夜不能寐的时刻，我多希望那把刀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用我暗淡的血偿还他的纯洁。我感觉到我的脉搏又在一下一下地跳动着，滴答滴答。
于是我将螺丝刀对准它，用力插了下去。血喷涌而出的瞬间，我听到了灵魂也一起钻出的声音。他在欢呼和高唱，为久违的自由和阳光。我有点高兴，因为我发觉沉重的身体渐渐变得轻盈，那种就算没有翅膀也能飞起来的感觉让人上瘾。血的味道是那么馥郁，滴在泥土里，甚至能开出一朵鲜艳的花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，傻瓜？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，因为是我害了你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叹息，摇动那2只长长的耳朵，将他抱在怀中。我躺了下来，嗅着泥土芳香的味道。告诉我这几天你去了哪里，或者将我一起带去吧。这一次谁都无法阻止我的脚步。等血流尽，我将自由。少爷，到了。不用跟着我，你就等在这里。是。少爷，我们是偷偷出来的，请您务必抓紧时间。每次来看你，好像都是雨天。我听说，我出生的那天，也是个雷雨交加的夜晚。风起是很多年没有遭遇过那么大的雨了。你当时一个人在医院，一定很害怕吧？后来我经常在想，这算不算一种天意？其实我不应该出生，那样我们都会过得自由些，我也不欠你们什么。你就不用总是忍气吞声，还可以无牵无挂地离开这个家庭，做回以前的自己。你的人生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。我看过你以前的照片，很多张都是笑着的。真遗憾，我从没见过。我知道你其实并没有多爱我，更多的是出于责任，我都看得出来。但你已经是那个家里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妈妈，你一定到现在还在恨我吧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都没有来过我梦里。如果那天不是我非要去后院玩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？我明知道路上都结了冰，很滑，不安全。为什么命运总爱捉弄人呢？不想活的人总能躲过死亡，想好好活着的却命丧意外。
如果溺死的人是我，才对谁都好吧。我真的不怕。少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知道了。我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。家主要送我出国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是个阴雨连绵的国度，待久了会让人心情抑郁。可我却觉得，像是有你在身边。再见。如果恨我，就忘记我吧。丽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抢走了爷爷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，也是他的遗物。他们？橄榄球队的人，他们像强盗一样，已经夺走了很多人的宝贝。自己的东西就得自己拿回来。来一局，让我来，答应他 ，Kitty 就愿意和我约会了。你们商量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赢了这局，物归原主。艾文，我想好了，我们去报警。丽，去便利店帮我买份咖啡。拿到了。机器人的别名本来就是重定向自动控制机器，在此关注早期控制论研究者的观点，会很有帮助。你这样一说，我的想法清晰了不少，之前真是掉进误区了。你只是来问我这个的？嗯。艾文，你对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见地，以后打算做这行吗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这个给你。我的爷爷曾是军舰上的将军，但他却有一个特殊的朋友，一位海盗。这枚硬币是他的海盗朋友赠予他的礼物。
如果有些决定非做不可，扔这枚硬币准没错。真是个很精妙的想法，可是这对你很珍贵吧？你把这个送我，作为排队的信物吧。如果有一天你要开自己的公司，记得让我来当1号员工。送你了，以后拿去安慰你的女孩，会有用的。上次来看你，还是11年前，草都长这么高了。少爷，之后我会让人来清理。不用，他喜欢花草。你先回车里吧。是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，我却老了很多。这么久没回来看你，不会怪我吧？其实，我原本并不打算回国。客死异乡是我的心愿。那个国家说不上喜欢，也没什么讨厌的感觉。那里的人和我一样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有时也会觉得没有真实感。现在回头去想想，这11年都是模糊的，想不出究竟干了什么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以前和我说过，想去看看真正的大海？光启市仅有的2个沙滩都是人造的，全是假的。偶尔闲暇时，我会去那里的小岛上待上2日。现在想来，真正放松的竟然也只有那些时刻。少爷，下雨了，您的伞。又是雨天，出发前我还在想，今天终于是个好天气了。把花也给我吧。嗯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就擅自买了束3色堇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吧？灵魂在天上，把什么都看清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的意外是不是不只是意外？这大概是我唯一放不下的事情了。这20几年做尽了别人手中的刀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当年的幸存者只剩下我，那些仆人、医护，走的走，消失的消失。我想要一个真相。如果我被仇恨扭曲，你会讨厌我吗？